今天我要跟各位聊一个天机，聊一个每个人心里都避不开，但平时又不敢挂在嘴边的终极拷问：人死后究竟去了哪里？下辈子到底还能不能再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可能是在一个安静的深夜，家人都睡着了，你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手里攥着一张有些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那个人眼角带着你熟悉的皱纹，那是你走了好几年的老父亲，或者是你曾经发誓要相守一辈子，结果半路却撒手人寰的牵手。你盯着那张脸，看着看着，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下来了。你心里翻来覆去，其实只有一个念头，你在心里问老天爷，也在问你自己：我们这一世缘尽了，下辈子我们还能再见吗？又或者你现在很幸福，你看着身边正在熟睡的另一半，你突然间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恐惧，你会开始想东想西。如果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先走了，两腿一蹬，跨过了那扇叫死亡的黑门，在那个茫茫的看不见底的轮回里，我还能找到你吗？我该去哪里找你？传说中的孟婆汤一喝，我是不是就把你忘得干干净净呢？我们这几十年的恩情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了吗？有很多朋友甚至跑来我的诊所，红着眼眶问我：倪医师，您是通晓阴阳的人，您懂易经，您告诉我实话，真的有奈何桥吗？我这辈子经历了这么多，难道死后就一拍两散，什么都没有了吗？各位，我看着你们那双渴望的眼睛，我心里很难受。我是个医生，我能治你们身上的病，但我知道这块心病才是最折磨人的。今天我要给你们一个答案，但丑话先讲在前面，这个答案可能跟你们在8点档里看来的，在小说里读到的那些完全不一样。那些编剧写的是什么？是浪漫，是安慰剂。而佛陀、圣人还有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易经，他们讲的是什么？是真相，是现实，是天道的规律。佛陀在2000多年前用他那双看透宇宙的慧眼，盯着人类这种渴望重逢的执念看了很久。他发现这种念头既是人类灵魂里最深情最美的一点亮光，但同时它也是我们最痛最迷茫最解脱不了的根源。今天我要告诉你的这个真相，初听之下你可能会觉得冷得发抖，甚至会觉得倪师，这老天爷怎么这么绝情，这佛法怎么这么冰冷。但我请你千万要耐着性子听下去，因为凡是真理往往都不太好听，但只有当你真正听懂了那个天机，哪怕只有一点点，你会发现你不仅不再害怕死亡，你还会获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大自由。但在我正式揭开这个谜底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做一件事，请你暂时把你脑袋里那些关于什么灵魂长生不老，像个鬼魂一样飘来飘去的幻想先统统放到一边。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活了这大半辈子的认知，但我保证，如果你能听进去，这会是你这辈子听过的最重要的一堂课。我要给你们讲2个最核心的词，这2个词是佛法里的天机，也是易经里的变异之道。这2个词，一个是无我，一个是轮回。我知道这2个字一摆出来，很多人脑子里就打架了。你们会觉得，倪师，这不矛盾吗？既然无我，那就没人了那谁去轮回？既然要轮回，那肯定得有个我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也就是众生，活得这么痛苦。因为我们只愿意相信轮回，想下辈子接着享福，想跟老伴再续前缘，却死活不肯接受无我。我们总想着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叫张三或者李四，带着这辈子的记忆，带着我对你的爱，带着我们一起吃过的苦，享过的福，在下一世换个模样去遇见你。然后2个人在街角一碰头，眼神一对，相拥而泣，说：老天爷，我总算找到你了。我跟你们讲实话，这画面美是很美，但在佛陀眼里，在真正通晓阴阳的高人眼里，这是最深层的妄想。这就是你所有痛苦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我说在轮回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你在走来走去。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马上就要拍桌子了，倪老师，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不在这，那是谁在听你讲课？难道我是空气吗？别急，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吃过的盐比年轻人吃过的米都多。我们来讲讲道理。我先问大家一个简单到极点，
但又难倒了无数聪明人的问题。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现在脑子里认为的那个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可能会拍拍胸脯说，我就是我这个身体啊，几十公斤的肉，我不在这谁在这？或者你会稍微深沉一点，我是我的记忆啊，我从小到大在哪里上学，跟谁谈恋爱，受过什么委屈，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不就是我吗？真的是这样吗？来，我不跟你讲什么高深的哲学，那些是读史书的人才在背的。我是医生，我跟你讲生理，讲自然现象，讲你天天看得到的东西。你们想象一下，你站在淡水河边，或者是那个浊水溪旁，傍晚的时候，夕阳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你指着那滚滚流向大海的河水，跟你的孙子说，阿孙啊，看，这就是淡水河。阿公昨天来看也是他，今天来看还是他，但在事实层面，你是在黑白讲。为什么？因为昨天流过你脚下的那个水，早就流到台湾海峡里去了，甚至流到太平洋里去了。今天你眼前的这些水，是从上游山上刚流下来的新水，水的成分变了，里面的沙子变了，流速也变了，甚至连河道的形状都被台风和大雨冲刷的不一样了。所谓的同一条淡水河，只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给这个持续不断的流动过程起了一个名字罢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河站在那里等你。各位，我们的生命跟这条河一模一样。你说身体是你，好，我们中医讲生理，来看看，你想想看，10岁的那个你，细皮嫩肉，阳气十足，脸上干干净净，摔个跟头爬起来就跑。现在的你呢，可能满脸皱纹，头发白了，眼花了，关节一下雨就酸痛，类似风寒湿痹的。哪一个是真的你？如果是10岁的那个是你，那现在这个阿公阿嬷是谁？如果是现在的你是真的，那10岁那个小孩去哪了？科学告诉我们，你身体里的细胞每过7年就差不多全部换了一遍。你昨天的那个细胞今天可能已经代谢死掉了，排泄出去了。你今天吃的卤肉饭明天变成了你的血肉。你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停不住的火车站，人来人往，物质进进出出，你只是那个车站的名字，而不是里面的旅客。再说，如果你认定身体是你，那万一哪天不幸出了车祸，截肢了，少了一条腿，那你的我就少了一块吗？没有吧，你的意识还是完整的，所以身体不是你。那你又说了，尼斯，身体是皮囊，我不执着，但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记忆，这总归是我吧？这就更离谱了，更是骗人的鬼把戏。你想想，10岁的你可能为了抢一颗糖跟隔壁阿强打架，那是真的把你气哭了，觉得天都要塌了。现在的你看到一颗糖掉地上，你看都懒得看一眼，觉得那时候真幼稚。30岁的你可能脾气火爆，那是真的火气很大，一点就着，谁惹你你骂谁，那是肝火旺。现在的你历经沧桑，看透了人情冷暖，遇到天大的事也就是皱皱眉头，叹口气，说一句算了。是那个愤怒的愣头青是真的，还是现在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真的？如果你说记忆是你，那我问你一句最残酷的话，我们这岁数的人应该都见过或者听说过失智症吧？中医叫呆病。万一哪天我们脑子里的那根血管堵了或者萎缩了，以前的事全忘了，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连老伴是谁都叫不上名字了，那时候的你去哪了呢？如果记忆就是你，那记忆没了，你是不是就消失了？但那个时候你明明还活着，还在吃饭睡觉啊。所以诸位老友听懂了吗？佛陀在几千年前就在菩提树下把这事看穿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在这一切身心现象中，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永恒独立能主宰一切的我，这就是著名的无我。这听起来很玄，其实讲白一点，就是让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人的这一辈子就像是穿衣服，你的身体就是一件衣服，年轻的时候穿的是新衣服，老了就是衣服旧了，破了，拉链坏了。你的身份，你是大老板也好，是卖菜的也好，那是衣服上的口袋和纽扣。你的财富名声，你赚了多少钱，你有没有面子，那就是衣服上的灰尘或者装饰品。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这件衣服穿破了，穿烂了，或者是季节到了，大自然要帮你把它脱下来扔掉。现在倒好，
你这件旧衣服还没脱呢，你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下辈子换了新衣服，还能不能遇到我老婆那件旧衣服啊？我希望能穿着这件带补丁的旧西装去跟她那件红裙子重逢。这就是最大的笑话。当你死的时候，这一世的衣服会被剥落，这一世的表层意识，包括你的记忆，也会像衣服上的灰尘一样被抖落。所以当我们在渴望重逢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渴望一个不可能的奇迹。我们渴望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带着这一世全部的记忆、情感和身份，在下一世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去遇见那个同样永恒不变的他。但现在我必须像个拿了手术刀的医生一样，冷酷地告诉你，这是妄想，这病得治。如果你执着于要找到那个一模一样的妈妈，或者一模一样的爱人，这就像你站在今天的淡水河边，非要让河水倒流回来，变回昨天的河水来与你重逢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心里肯定空落落的。你可能会问，尼斯，你这哪是安慰人啊？你这是往我心口上撒盐啊！既然没有我，那我这辈子辛苦赚钱养家，我忍气吞声，我行善积德，难道都是做白工吗？如果死后什么都没了，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各位，天理当然有，而且这个天理比我们台湾银行的账本还要精密，比菜市场的秤还要准确。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灵魂在搬家，但有一股力量，它是永恒流动的。在佛学里，这股力量有个很拗口的名字，叫业力与意识的相续流。听不懂没关系，我给你们换个最接地气、最通俗的比喻，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比喻听进心里去。这股力量既不是鬼魂，也不是空气，它其实就是你生命里的大仓库，也是你随身带着的一本老账本，这才是你真正的主人。诸位老友，我们大多都经历过那个年代，知道做生意的道理。你把你的这一辈子想象成是在开一家店，你的身体就是这个店面。年轻的时候，店面装潢得漂漂亮亮，金字招牌挂着，老了以后墙皮剥落了，招牌也旧了，摇摇欲坠。你的名声和地位就是店里挂的那些锦旗和海报。但是这家店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那些看得到的装潢，而是藏在柜台底下，只有老板自己知道的那个仓库和那本暗账。佛家给这个仓库起了个名字，叫阿赖耶识，也叫第八识。这两个词有点专业，你们不用死记硬背，你们只要记住，它是你生命的总仓库。我们平时想吃什么，想去哪里玩，想嫌隔壁邻居太吵，想算计一下今天的菜钱，这叫第六识，也就是我们的大脑意识。这就像是店里的伙计，每天在门口吆喝，忙进忙出，人一死，心脏一停，这层意识啪的一下就断了，灭了。就像是伙计下班了，店门关了，不再吆喝了。但在我们生命最深最深的地方，藏着这个阿赖耶识。平时你根本感觉不到它，但它一刻都没有闲着。它在干什么？它在盘点，它在记账。你每一个起心动念，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哪怕是你半夜里独自一人时偷偷冒出来的一个坏念头，你自己可能转头就忘了，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别天真啊，各位老友，我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不在天上，就在你自己的心里。这个掌柜的记得清清楚楚，他会把这些全部转化成一颗颗微小的种子，囤积在你的仓库里。什么叫种子？比如今天你在搭公车或者搭捷运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站不稳，你心里动了一个善念，你起身给他让了座，老人家跟你说多谢，你心里暖洋洋的。这一刻，一颗善的种子就存进你的仓库里了，这就是在你的账本上记了一笔收入。再比如今天你看到亲戚发了财，买了大房子，你嘴上说恭喜，心里却酸溜溜的，甚至在心里咒了他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肯定是不义之财。这一刻，一颗恶的种子，哪怕你没说出口，也存进去了。这就是在你的账本上记了一笔债务。你每天都在发脾气，你的仓库里就堆满了火药味的种子。你每天都在计较得失，你的仓库里就堆满了贪婪的种子。你每天都在布施，都在帮人，你的仓库里就堆满了富足和慈悲的种子。这就是最恐怖也最公平的地方。中医讲契机，讲因果，你种了什么因就得什么果。这个仓库里的种子它是会发芽的。很多人问我，尼斯，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衰？
为什么那个人做尽坏事还活得那么好？各位，那是因为时候未到。就像你种庄稼，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割嘛，哪有今天种下去明天就长出来的道理？但是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注意听，这是重点。当你的大限到了，你的身体这个店面倒闭了，要收摊了，那个叫张三的店面也没了。但是这个存满了几十年甚至累生累世几千年货物的仓库，会在你最后一口气断掉的时候被你打包带走。他不管你的店面烂成什么样，他带着你所有的存货、所有的欠条、所有的积蓄，冲进茫茫的宇宙去寻找下一个店面开张。这就叫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诸位听到这儿，你们得醒醒了。不管你现在银行存折里有几个零，不管你住的是透天厝还是大楼，不管你是大老板还是退休工人，死的时候这些身外之物就像店里的桌椅板凳一样，连一根筷子你都带不走，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唯独你这辈子养成的那些习惯、脾气、德行，全部被打包在这个仓库里带走了，变成了你下一世的本钱。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例子，你们就懂了。你有没有见过有的小孩一生下来就爱笑，眉清目秀，也不认生，大家都喜欢抱他，那就是人家上辈子仓库里存的好货多，带着福报的本钱来的。你有没有见过有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戾气很重，眉头紧锁，哇哇大哭，怎么哄都不行，稍微大一点就爱打架，那就是上辈子的习气太重，仓库里装满了烂货和债务没清理干净了，这就是命。但这命不是老天爷瞎派的，是你自己进货进来的，所以不要再抱怨老天不公了。你的仓库是你自己一个个念头填满的。讲到这里，你们应该明白了，虽然那个会叫你老公会给你做饭的肉体回不来了，但是那个装着他对你的爱或者他对你的怨恨的仓库还在。那么这个仓库打包之后，他会搬到哪里去呢？是谁在指挥他选址呢？很多人怕死，是怕到了阴曹地府，有个青面獠牙的阎王爷拿着生死簿在那点名，这也是很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哎呀，我以前年轻不懂事，杀过鸡，骂过人，我会不会下地狱啊？听说阴曹地府里有油锅，有刀山，那个阎罗王是不是特别凶啊？各位，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颠覆你认知的真相。没有那个坐在堂上审判你的阎罗王，指挥他的是你自己的频率。你们把六道轮回想象成一块巨大的吸铁石，而你的那个仓库决定了你变成了什么材质。如果你一辈子心里充满了仇恨、嫉妒、贪婪，你恨媳妇不孝顺，恨邻居占你便宜，恨老伴死得早，你的心里整天都是勾心斗角，像铁钉一样尖锐，那你的生命特质就变成了黑铁。当你有身体的时候，这股铁气还被锁在肉体里，顶多让你得个肝硬化，长个肿瘤。可是一旦你死了，身体没了，你这块黑铁就会瞬间暴露在宇宙的大磁场里。这时候不需要谁来抓你，地狱道、恶鬼道那些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极磁场，因为你是铁，它是磁，啪的一声你就直接被吸过去了，你想跑跑不掉的。这是物理吸力，是你自己体内的铁锈太重。反过来说，如果你一辈子都在修善，都在积德，你心眼好，看谁都顺眼，虽然没赚大钱，但你不计较，你心里总是暖洋洋的，充满了爱和慈悲。中医讲这叫阳气足，在道家这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把你这块废铁炼成了纯金。各位老友，你们见过磁铁吸黄金吗？吸不住的，黄金是不受磁场干扰的。等你那口气一断，因为你是纯金的属性，地狱那个大磁铁根本对你不起作用，你一点重力都没有。这时候你就会像一缕青烟，像一团热气，呼的一下往上飘，哪怕你想去地狱看看，你都沉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物理性质不合啊。宇宙中那些光明的清净的地方，天道或者极乐世界，自然就把你接引过去了。所以老祖宗说得好，天堂地狱一念之间。这不仅仅是劝善文，这是实实在在的物理现象。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我再给你们讲个沉浮理论。这跟我们平时煮汤圆
看病诊脉是一个道理。你们看到锅里的汤圆，没熟的时候里面是实心的，硬邦邦的，它就沉在锅底。煮熟了，里面那股气透了，心变软了，它就浮在水面上。你那个仓库里的存货决定了你的比重。如果你一辈子贪婪，整天想着把钱搂在怀里，那钱财物质这个东西在能量上是属于重浊的，你心里的欲望太重，就像是往口袋里装满了个大石头，死的时候扑通一声，这大石头是不是直接就沉底了？你想扶都扶不上来，这就是堕落。如果你一辈子心胸开阔，什么都看得开，钱没了就没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心里没有挂碍，干干净净，那你就像是一团热气，死的时候根本不用谁来拉你，你自己就往上飘，穿过云层去到那个阳光普照的地方，这就是升天。所以不用怕阎罗王，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阎罗王，你把自己练成了废铁还是黄金，这才是你通往来世的门票。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慌了，哎呀，尼斯，照你这么说，我这辈子发了不少脾气，也贪了不少小便宜，我的身子骨好像沉甸甸的，还是铁做的，我是不是完蛋了？别急，我们现在是在人道。人道是个什么地方？人道是个炼金炉，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改变材质的地方。地狱里的众生太苦了，痛得没时间修行；天上的众生太爽了，乐得没心思修行。只有我们人有苦有乐，知道痛也知道改。既然知道了这个原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炼金了。怎么炼？不需要，你都要去深山老林里打坐，就在你家门口，就在那个菜市场里修。以后你去菜市场买菜，那个卖菜的阿桑在那风吹日晒挺不容易的，有时候算账可能多算了你5块钱，或者零头没给你抹掉。以前你可能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非要把那几根葱讨回来，那就是在往自己身体里加铁锈。从今天起你大方一点，你心里想算了，他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你笑着把钱给他，说一声阿桑辛苦哦，钱不用找了。就在你这一笑这一松手的瞬间，你心里的那块铁就被这一念慈悲之火炼化了一点点，变成了金。你每天练一点，每天扔掉一点计较，等到你7老80阳寿尽了的那一天，你的仓库早就被你清理得干干净净，你的灵魂已经练成了纯阳之体，到时候你走的那叫一个安详，那叫一个潇洒，不用请和尚念经，你自己就是佛。好了，弄明白了，我们死后是根据磁场和重量自动分流的。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大家最开始那个让人心碎的问题了，尼斯，那如果我和我老伴的磁场不一样怎么办？如果我修成了黄金上了天，他还是块废铁下了地，我们是不是就永生永世见不着了？带着这个仓库，我下辈子到底还能不能和最爱的人重逢？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又充满希望的问题。我要给你们一个5个字的答案，既不能也能。这可不是我为了哄你们开心乱讲的，也不是我要跟你们打哑谜。这几个字里藏着轮回最冷酷也最深情的逻辑。我们先说为什么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昨天的你可以去重逢一个昨天的他。我们打个比方，我们台湾人都爱看歌仔戏，对吧？你们2口子这一辈子过日子，就像是在戏台上唱了一出戏，缘分到了，锣鼓一点，2名角儿上台了。这出戏的名字叫恩爱夫妻或者欢喜冤家。在这出戏里，你穿的是凤冠霞帔，演的是小姐，他穿的是粗布麻衣，演的是长工。剧情里写满了酸甜苦辣，他爱吃咸的，你爱吃淡的，他睡觉打呼噜，你睡觉磨牙。你们演的都很投入，哭得稀里哗啦，觉得这戏就是全部。但是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这出戏唱完了，落幕了，到了后台你们得干什么？你们得卸妆啊，你把那身小姐的衣服脱了，他把那身长工的衣服脱了。到了下一场戏，锣鼓再响的时候，可能剧本完全变了。这一次因为你们仓库里的业力变了，老天爷给你们安排了新角色。也许你的新戏是一部丛林大冒险，你投胎成了一只老虎，天天想的是怎么捕猎，而他的新戏是一部宫廷争斗，他投胎成了一个带刀侍卫，天天想的是怎么保命。试问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执着于要找那个一模一样的，每天给你做饭，会给你暖脚，
笑起来有2个酒窝的老伴，可能吗？根本不可能。那个你深爱的人，他的相貌，他的名字，他爱吃桂花糕的习惯，甚至他对你说话的那个温柔语气，都随着旧戏服的脱下而永远消失了。你如果非要找那个具体的形象，那你注定要失望，注定要痛苦。这就像你站在今天的淡水河边，非要让河水流出昨天的波纹，这不是痴人说梦吗？那为什么又说能呢？各位，重点来了，虽然戏服换了，剧本改了，但是绳子还在。什么绳子？就是业力的纠缠。佛家讲缘分，大家记住了，缘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缘分是绳结，那种在这一世让你们紧密连接的强大情感，无论是深爱、大恩还是深仇、大恨，这股能量是巨大的，它不会凭空消失。它就像2条打满了死结的绳子，即便被扔进了轮回的大洪流里，它们依然会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互相拉扯。所以你们很大概率会再次相遇，但是这才是最惊心动魄的地方。你们的关系和角色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反转。佛经里记载了太多这样的故事，听得人冷汗直流。那个前世狠心杀害你的人，因为欠了你一条命，今生可能投胎做你的败家儿子。他用一生的病痛或者不断的闯祸来让你操碎了心，让你倾家荡产。他在干什么？他在向你讨债。那个前世你路边救起悉心喂养的一条流浪狗，因为他对你感恩戴德，今生可能投胎变成你那个忠心耿耿的朋友，或者是对你不离不弃的下属，帮你打江山。你们重逢了，但你绝对认不出他来了。那种在这一世让你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爱，在下一世的相遇里可能表现为一种莫名的好感，无条件的信任，或者相反变成了一种让你痛苦不堪的执念与占有欲。所以你们能相遇，但剧本绝对不是你期待的那种浪漫续集，它更像是一部由因果会计师编写的冷酷又公正的伦理剧。为了让你们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不再犯傻，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许多年前，在台南的乡下有一座破落的小庙，庙门口有一棵要2个人才能合抱过来的千年老榕树。有一天，一个叫婉娘的少妇披头散发地冲进庙里，怀里死死抱着一个男人的牌位。她一见老禅师，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满地的落叶里，哭得撕心裂肺。师父，求您告诉我，我丈夫阿文上个月病死了，我们那是青梅竹马，恩爱了一辈子啊，我们约好了生生世世不分离的。你有神通，您告诉我，我下辈子去哪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他，我也不活了。老禅师看着他，叹了口气，把他带到老榕树下坐好，说：施主，既然你这么执着，老僧就不妨让你看一眼真相，但你看了之后未必受得了。禅师让他闭上眼，那是入定后的神通视线。婉娘觉得自己一下子跌进了一个光的漩涡，眼前的景象开始疯狂倒流。第一幕，她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屠夫，手里拿着滴血的刀，在一条嘈杂的古街上，她为了几两银子，把一个瘦弱的书生逼到了河边，最后狠心一推，把书生推了下去。那书生在水里挣扎，临死前盯着他的眼神充满了绝望和刻骨的怨恨。婉娘吓得一哆嗦，那书生的眼神竟然跟她死去的丈夫阿文有一分神似。第二幕，画面一转，她变成了一个快饿死的农妇，在逃荒路上奄奄一息。这时候路过一个小军官，二话不说把仅剩的半个馒头塞给了他，救了他一命。他看着军官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感激和依恋，发誓做牛做马也要报答。那个军官的背影怎么看怎么像阿文。第三幕，他又变成了一个刁蛮的大小姐，因为一件小事冤枉了自己的贴身丫鬟，把丫鬟赶出府门，冻死在雪地里。那丫鬟临死前嘴里念叨着小姐的名字，眼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委屈和不解。那丫鬟的眉眼竟然也像极了阿文。画面像走马灯一样转，婉娘终于看明白了，原来她深爱的这个丈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他是那个怨恨她的书生，他是那个救过她的军官，他也是那个被她辜负的丫鬟。这一世的夫妻恩爱其实是这无数种业力，有报恩的，有讨债的，有抱怨的，有还情的，全部混合在一起熬成了一碗汤。
丈夫对她的温柔是那个军官的报恩，丈夫有时候莫名的倔强还让她生气，是那个书生的怨气残留。她对丈夫那种掏心掏肺甚至带着一点点亏欠感的爱，可能正是对那个冻死丫鬟的赎罪。轰的一声，婉娘猛地睁开眼，浑身被冷汗湿透。她看着怀里的牌位，突然觉得无比沉重又无比虚幻。老禅师的声音在头顶响起，赤儿啊，你看到了吗？你要找到阿文根本就不存在，你爱的不过是你们之间生生世世纠缠不清的业力。这一世，这些业力恰好投射成了夫妻这幅画面。戏演完了，台子拆了，你还非要去后台找那个角色，你能找得到吗？各位，这才是让人真正泪流满面的真相。我们在人世间苦苦追求的爱，很多时候只是一场债务关系的平衡。俗话说，夫妻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聚，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你现在回头看看你家里那个整天惹你生气的儿子，那个总是跟你顶嘴的媳妇，或者是那个对你百依百顺的老伴，别只看表面，你要看到他们背后的那根绳子。听懂了这个，你还要执着于下辈子再做夫妻吗？如果你不懂解脱，下辈子就算遇到了，也可能是冤家路窄，你们可能从夫妻变成了仇人，从父子变成了路人。那么面对这残酷的轮回，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绝望吗？不，佛陀讲出这个真相，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为了让你活得更明白。既然知道了人是找不到的，但业是可以改的。既然知道了我们是因为欠债才相遇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趁着现在这一辈子把债还清了，把恶缘变成善缘呢？故事讲完了，那个在老榕树下哭得死去活来的婉娘，最后她走了。她没有带走那个沉甸甸的牌位，也没有再追问禅师什么时候能找到他，因为她心里那个一定要找到具体的某个人的执念已经在榕树下化掉了。她回家了，去善待她那个还在世的也许不太听话的儿子，去善待她那个整天唠叨的婆婆，因为她终于明白，这些现在就在她身边的人正是她生生世世的亲人，也是她要解开的绳结。诸位老友，听完这个故事，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肩膀上扛了半辈子的那个关于怕死怕分离的包袱突然轻了不少？如果你的眼眶湿润了，那是好事，那是你的灵魂在隔着厚厚的业力外壳跟真理打了一个照面。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每天被柴米油盐缠着，转头就忘。我不嫌麻烦，我在最后重复一下，这几条是你面对生死的底气。第一点，别找人，要看缘。以后别再傻乎乎的问下辈子还能不能遇到我老公或老婆。你要知道，那个叫张三或李四的人只是个临时的角色，戏演完就散了。你要修的是你们之间的缘分，趁着现在大家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在，赶紧看看你身边的人，如果你觉得亏欠了他，赶紧去弥补，给他做顿好吃的，说句软话，这叫还债。如果你觉得他亏欠了你，赶紧在心里把他放过，别再记恨，这叫消账。缘分修好了，那根绳子就是软的顺的，下辈子不管是做朋友做亲人，他都是来报恩的，是来护持你的。缘分修坏了，打了死结，下辈子天天见面也是讨债的，那才是真的冤魂不散。第二点，别赌临终，要修当下。千万别想着哎呀我还行，等我快不行了，躺在床上了，我再来念佛，再来悔改。别做梦了。中医讲相由心生，你现在的这张脸是你前半生的成绩单，而你来世的那张脸是你现在正在捏的。你今天的每一次发脾气，每一次恶语伤人，都在给你下辈子的长相上划一道疤痕。你今天的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布施，都在给你下辈子的福报上存一笔私房钱。最好的往生咒不是死后请人念的，是你此刻对身边人说了一句好话。最好的风水不是死后葬在什么龙穴，是你现在心里的那份安详。第三点，别怕无我，那是自由。别被无我这两个字吓到了，它不是说你死透了没了，而是说你不再被那个狭隘的
自私的、贪婪的小我给捆绑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我的钱、我的爱、我的面子，你就像一杯水融入了大海，你反而拥有了整个海洋。各位，我也看了一辈子的风水，寻了一辈子的龙脉，手里这块罗盘转了几十年，到头来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句大实话，天地间最大的风水局不在名山大川，就在你的方寸之心。你心怀慈悲，你家里就是聚宝盆，那个气场暖洋洋的，鬼神路过都要跟你作揖，护佑你的平安。你心怀怨恨，天天骂骂咧咧，你哪怕住在皇宫里，那里也是修罗场，那个气场冷飕飕的，财神爷进了门都要绕道走，因为嫌你家戾气重。所以想要下辈子重逢得好，想要子孙后代兴旺，别光顾着改大门挪祖坟，从今天起把你的心修得像那尊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笑口常开。你要相信，一个内心充满光亮的人，他在轮回的隧道里是自带手电筒的，他不仅自己不迷路，那个光芒还能照亮身边的人，指引着那些爱你的、你爱的人，在下一站的站台准确地找到你。最后，在我们这堂课结束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希望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不花你1分钱，但功德无量。请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你可以写愿我已故的亲人离苦得乐，愿我身边的爱人平安健康，我们来世善缘相聚，愿我自己余生慈悲临终无惧。或者哪怕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愿生善道。为什么让你写？因为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的心念动了，你的手指动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善业，这也叫口吐莲花。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个留言区留下善言，这个留言区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网页，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这股巨大的共业力量会加持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的那一点点善念会汇入大海，变成波涛。各位，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幻觉，但爱与慈悲是唯一的真实。别害怕那扇叫死亡的门。当你活得足够通透，把手里的废铁都炼成了黄金，你会发现那扇门后没有怪兽，只有无尽的光明。愿我们在真理的彼岸终将重逢。我们下次见。